我们继续聊前列腺癌。上一期我们聊到前列腺癌的分期啊，今天呢我们聊一聊分级。前列腺癌的分级呢，也是前列腺癌病理诊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说到癌症的病理诊断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维度啊。第一个维度呢，就是这个肿瘤来源是哪里，也就是说它的病理类型。第二个呢，就是同一种病理类型，它们的恶性程度，也就是分化程度是不同的啊。比如说这个前列腺啊，前列腺癌呢，它是来源于前列腺，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呢，这个前列腺它里面呢并不是单一的细胞，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种类的细胞还有成分，比如说它里面有腺泡细胞啊，有导管细胞啊，有基底细胞啊，还有一些内分泌细胞啊等等，它这个细胞比较多。那么不同的细胞如果说发生了癌变的话，那它的病理类型肯定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都统称为前列腺癌，但是呢，如果说是不同部位啊、不同的病理类型，它对患者的预后也是不同的，而且呢，治疗效果用的药啊，治疗方式呢也有差异。这是第一个维度啊。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说同一种病理类型，比如说它都是腺泡腺癌，但是这个腺泡腺癌呢，它的这个分化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分化还比较好，那么这个患者的预后呢就比较好；如果分化程度比较低，那么就说明这个肿瘤的恶性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说这是两个维度啊。那前列腺癌呢，我们就先说第一个啊，就是它的病理类型。那前列腺癌的病理类型它有很多种啊，比如有像腺泡腺癌、导管腺癌、导管内癌，还有一些基底细胞来源的，还有一些神经内分泌来源的。那么这个呢就比较多了，我们就不一一介绍。当然还有一些像鳞癌腺鳞癌。那第二个我们重点介绍第二个就是前列腺癌的格林森评分系统这个呢也是最常见的。格林森评分系统呢，它主要适用于这两种细胞这两种病理类型，就是腺泡腺癌和导管腺癌。它主要是针对这种腺癌的。为什么呢？因为格林森评分系统它在病理下面呢，它评估的并不是这个细胞的形态，它评估呢是前列腺的腺体的形态然后这个评分系统呢，一共分为5级就是1、2、3、4、5级，那分别记为1分、2分、3分、4分、5分。那这个是一个什么趋势呢？就是1级呢，这种癌组织就是前列腺癌的这个组织在显微镜下，它还有一定的腺体的特征它有腺体的特征然后越往下呢，这种腺体的特征呢越不明显，到了5级基本上就没有腺体的特征了，所以它就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总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具体怎么分呢？这里就不详细跟大家说了然后它主要呢是评估前列腺癌里面的这个腺体结构的特征的。那它第二个这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去怎么记这个积分。你像比如说这是一个前列腺癌前列腺癌组织。那前列腺癌组织当中呢，其实它的格林森评分系统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一块将近有1/2的这一块区域呢1/2的体积，它的区域呢评分是4分记为4分是吧？那还有这个将近1/3的里面呢，它是3分。那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格林森评分等级的组织，这个我们就不记了一般就是不记，主要是记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看这个肿瘤的它里面的占比比如说这个主要部分是4分那次要部分是3分，那这个患者呢就记为4加3等于7分，就这么去记那像其他的一些部分的话，如果分比较低，我们就不记了。但是大于4分的大于4分的，比如说4分、5分的一般医生呢会在病理报告给它写出来其他一些成分呢减4到5分，就这样所以我们主要是记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主要部分呢写在前面，次要部分写在后面。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区别，那都是7分是吧？那4加3跟3加4有什么区别呢？这也是7分，这两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主要部分呢是4分，就相当于这一半都是4级的都是4级的这个前列腺癌，那它恶性程度就比较高。那如果说这一半是3分的话，恶性程度就会好一些所以这虽然都是7分，但是3加4和4加3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根据这个格林森评分系统呢，给患者做一个分组。那这个分组呢，就跟患者的预后呢是挂钩的就它可以预示患者预后这个呢是根据就是把跟临床数据进行融合统计出来的结果那么一共分为5组第一组呢就是小于6分的，比如说3加3就是这种就是比较小于等于6分的，就属于1组，预后呢就比较好那第二组呢是7分，但是呢跟
第二组和第三组都是7分啊，但是这2个不一样。就像我前面说的啊，第2组预后比较好的呢就是3+4，那预后比较差的呢就是4+3，所以这2个呢是不一样的。那第4组呢就是8分，8分呢主要是4+4、5+3、3+5，对吧？然后第5组呢就是9分、10分档了。那9分、10分呢，那就是5+4、4+5、5+5，所以这个呢是预后是最差的。好，这个呢就是关于前列腺癌的病理分级，主要呢就是想就是跟大家呢做一个区分啊，就是大家如果说前列腺癌的患者拿到自己的病理报告，或者亲戚家人拿到病理报告呢，就是心里有个数啊，一个是分期跟分级呢是有一些不同的，而且看到这些分级分期以后呢，就是要做最好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啊。好，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留言讨论，谢谢。